完成了，抓一个倾斜度，让水不会积在这个地方。今天用的底漆是206-1，它上面的防水层是701，厂牌的话是金丝猴，网络上现在比较大众，好像是这个品牌。那我一开始先有抓一下水路，因为这边比较容易积水，这个猫字形，这边我都是用水泥把它垫高，让排水可以顺利的从这个缝隙流到这个排水孔来。那相对的这边也是一样，那边可是这边就薄薄的一个涂层，这个很容易裂掉，所以我防水漆盖上去之后应该会比较坚固一点，但可能尽量不要去踩它，这是测试而已，所以随便啦，主要还是把这边的水倒过来这个排水孔这边是比较容易积水的。你看这边都有青苔，好，那到时候防水漆会把这边填满。今天会先从隔壁的好邻居这边先施工，他这边不要用底漆，就直接要用防水漆701白色的直接涂上去，开工吧。现在看起来天气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先把第一层的底漆先上一上。那底漆主要是先放在一些我重铺水泥的地方。那隔壁的我已经先做好第一层了。其实第一层做完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毛细孔。那现在你看到地坪大概是12坪。那做完第一层，我们的5加仑的筒子，但还有一半以上。今天初步完工了。那一桶5加仑的话，大概占地12，包含女儿墙，涂上3层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家的话呢，今天只涂上底漆而已，那底漆涂的还蛮厚的，然后明天再上防水胶。这因为它是水性的，然后凝固之后就变成胶，然后其实抠一抠、搓一搓就掉下来，不像油漆比较难处理。昨天下雨。今天早上都还是积水，所以今天不能施工咯，休息一天。那隔壁的状况感觉还不错。靠，割掉看，算了，割掉抠。我们这一次女儿墙是重点，那漆的话我就是直接用倒的，然后再把它刷开。因为这样才可以比较好渗进去管线里面。那这样子做唯一的缺点就是说，这些管子以后如果要施工，如果里面底下整几条弯头，需要把表面的漆先把它刮掉，才有办法装那个弯头的配件。赶快把它施工完成，因为拖越久的话，它地上的那个粉尘会越来越多，变成它附着力会比较差，所以要赶快把它施工。这2天都在剪老关道的片子，所以比较忙一点，趁下班的一个空档。会把它处理完成。今天先上一层，明天继续吧。昨天涂的灰色看起来有点紫紫的感觉，那白色是这样子。中间的话，我中间都涂很厚，我已经结块了哦，太好了。先这些我就涂很厚，涂到整个密不通风，还是要预留一个出水口。我留在这边，这边其实有一个高度在，那有一个缝隙，所以里面不会积水。那马达的部分，我就先把它这样子，先把它
撑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干了之后，到时候砖块移进去中间。隔壁是白色的，然后这边是灰色的。那白色的话就是跟雪地一样，如果大太阳底下，它会雪盲，眼睛会睁不开。那相对的，太阳直射到防水层之后，它会反射照到上面，那所以底下的这些塑胶件比较快氧化。其实防水层不要它太亮的颜色，其实白色以外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如果你是常会上顶楼的话，不建议用白色的。那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这管子比较多的地方，胶要上多一点。尤其这个地方容易裂开，这个地方容易裂开。那裂开的话，水就会沿着管子流到底下去。大致完工，这个地坪大概是12坪左右。我们用了1罐5加仑的，这边可以涂2至3层没问题。那因为这边有稍微加水，为什么要加水？因为它没有上底漆，在第一层的时候这种防水胶比较粘稠，水泥的毛细孔比较没办法渗透，所以我在上第一层的时候是有加一点水，让它比较稀释一点，比较容易渗进去那个水泥的毛细孔里面。那第2、3层的话就用比较浓稠一点，所以这边涂了3层。那隔壁的话，因为我有上底漆，所以呢我的防水胶就没有加水，所以直接是很浓稠的状态之下直接倒下去把它刷开，所以这边大概2层就已经把那1罐5加仑的用光了。以上收工。